今天我想和你说一个我超级喜欢的中国的作家。作家就是写东西的人嘛，写书的人。这个作家他不只写书，他也写电视剧啊、电影啊、电视剧。他写过电影吗？但是呢，我知道的就是他写的书和电视剧。这个作家在中国非常的有名。如果你问任何一个，比如说20岁、30岁、40岁的人，都知道，他是谁。这个作家叫琼瑶。这个作家有点像一个文化现象，他是一个文化现象，不只是一个作家了，因为他的书所有的人都可能听过，或者读过，或者看过，因为由书改编成的电视剧。这个作家呢，他代表了中国最浪漫的爱情故事。对，他写的是爱情故事，就是超级疯狂的这种爱情故事。怎么疯狂呢？他写的这些爱情故事里面，女主角和男主角，一本书的女主角和男主角，他们的爱情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爱情。爱恨非常的激烈，爱的感觉和恨的感觉同时存在，而且非常的强烈，很强。你知道吗？很激烈，很强烈，那就是这种感情非常非常的重，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强烈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个作家的爱情小说，里面的爱情描写的爱情都是非常强烈的爱情，非常强烈的爱情。比如说像如果你不爱我，我就去死，就是这种感觉。如果你不爱我，我就去死。这是很强烈的感情，是不是？如果一个人不爱你，你就不想活了，那这是非常强烈的爱情的感觉。那这个作家就是写的这样的爱情故事他的名字叫琼瑶，这是他的笔名。笔名呢，就是一般在中国很多作家都会起一个作为作家的一个名字。这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大家都知道这个作家作为作家这个身份，他的名字是琼瑶，不是别的。这不是他的真的名字，这是他的笔名。笔就是这个笔，写字用的这个笔写字用的笔，然后他有一个名字叫笔名，就是作家身份的时候他用的名字。那平常他生活的时候应该会有自己真正的名字，但是他作为作家的时候会有这个笔名。这个作家呢叫琼瑶，他在中国写了非常多的爱情小说，然后呢有一些非常非常有名的爱情小说也改编成了电视剧。其中有一个是特别火。这和我以前说过的一个电视剧，我觉得它的火的程度
差不多啊，是差不多，就是有多么多么火是差不多的。我以前聊了一个电视剧是《流星花园》，是不是？流星花园，流星花园，这个是从台湾拍的一部电视剧，是一部青春偶像剧。那里面的人都非常的青春，很年轻，很漂亮。偶像嘛，就是他们里面的人都是明星，都是偶像，年轻的，很漂亮的，很帅气的人，他们来拍这个电视剧。那琼瑶的这一部小说，她的爱情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叫还珠格格》，还珠格格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的电视剧，和这个流星花园一样火啊！它的火的程度就是多么多么火，或者多么多么不火，所以都是差不多的。那这个电视剧叫《还珠格格》，还珠格格啊，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特别？这个名字，格格是女儿的意思，格格是女儿的意思，但是呢是满族的语言里叫格格，就是公主，你知道吗？公主就是国王的女儿是公主，国王的女儿是公主。但是呢，在满族，中国的这个民族是满族，在满族人的语言里，格格是女儿的意思。那还珠格格，这个格格的名字是还珠，她的名字，一种名字，是还珠，所以叫还珠格格，还珠格格。但是呢，这个电视剧的特点是，它是中国的古装电视剧。古装电视剧就是古代人穿古代人的衣服演的电视剧，穿古代人的衣服，就是穿以前人的衣服。那这个电视剧就非常非常的火，它可能就是琼瑶小说里我觉得是最火的一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里面的背景时代，它的背景时代就是一段时间，它的背景时间就是中国的古代，是中国清朝这个朝代，时候发生的事情也是爱情，是皇家的爱情。这本来是一本书，是琼瑶这个作家写的一本小说，然后改编成了一部电视剧。改编就是从一个书，一本书，从一本书改了，变成了一部电视剧。所以我们说这是从一本书改编成一部电视剧。这个电视剧真的超级的火，我记得当时我所有的同学都在看，所有的人都在看。当然可能是女孩多一点，有可能是女孩多一点，因为毕竟是爱情故事嘛。爱情故事总是女孩子更喜欢看，爱情故事。但是琼瑶写了很多很多的书，它里面的这些男主角、女主角都非常的有名。然后呢，这些书改编成了电视剧，电视剧里面演男主角和演女主角的人也都火了，因为他们拍了这些超级好看的电视剧，所以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演员，然后演完了
琼瑶的电视剧，他们就唰火了，所有人都认识这个人，因为他演了这个琼瑶小说里的角色。所以琼瑶的这些小说里的角色真的是非常的鲜明，有很鲜明的性格。你知道，鲜明就是说一个人的性格非常的明显，很明显，很清楚，你一下子就记住了他是那样的，他好男人，他很有男人味儿。女孩子就是可能哇，这个女孩子非常的勇敢那她的性格，一个人的性格非常的鲜明，很鲜明的性格。所以这是琼瑶电视剧里的角色，男主角是一个角色，女主角是一个角色，这些人物的角色的性格非常的鲜明，让别人一下子就记住了，这是他的我觉得是琼瑶的书，他的书的一个特点。角色非常的鲜明，然后里面的爱情也非常的强烈很强烈的情感，很强烈的爱情。所以呢，他的很多的书都非常的火，很受欢迎，非常受欢迎，很多人都是琼瑶迷。琼瑶迷。但是呢，我最近才知道这个作家2024年的时候他去世了2024年的时候他走了，他去世了。我们说一个人死的时候，当然最好的说法是他走了，他离世，他去世，离世，走了，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说法。所以我他2024年的时候，这个作家离世了，走了。然后呢，我是最近才知道的，然后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看到了这个作家自己写了遗书，他写了一封遗书就是因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就是他自己不想活了，他不想继续活下去了，所以他选择了死亡。然后因为他选择了死亡，他在去世之前，他在死亡之前写了一封信，写了一些东西给大家。那这是他的遗书。一个人在死之前留下的话叫遗书。所以呢，他写了这一封遗书，然后我读了这封遗书，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他的遗书写的超级的美，所以我今天非常想和你分享一下这一封他写的遗书因为真的非常的美。我想读给你听。然后呢，当然这是一个很难的东西，因为这是中文的文学，是吧？我觉得中文的文学可能就是对于学习中文的人来说是最难的一个阶段。如果你学到的中文能让你读中国的文学，那真的是超级的棒。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学到高级阶段的中文学习者，你可以慢慢的去感受、听、感觉
感觉这些中国的文学，好的文学。所以我想今天给你读一部分吧，读一部分，然后让你感觉一下，好吗？让你感觉一下，好，我慢慢的给你读，然后你应该可以看得到这些我会写英文的意思，所以你也是能理解的。各位亲爱的朋友知音们，不要哭，不要伤心，不要为我难过，我已经翩然的去了。翩然是我最喜欢的2个字，代表的是自主、自在、自由的飞翔，优美而轻盈。我摆脱了逐渐让我痛苦的躯壳，翩然地化为雪花飞去了。这是我的愿望。死亡是每个人必经之路，也是最后一件大事。我不想听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我想为这最后的大事做主。上苍对于生命的过程设计的不是很好，当人老了，都要经过一段很痛苦的衰弱、退化、生病、出入医院、治疗、不治的时间。这段时间可长可短。对于必将老去的人，是多大的折磨！万一不幸，还可能成为依赖插管为生的卧床老人。我曾经目睹那种惨状，我不要那样的死亡。我是花火，我已尽力燃烧过。如今，当火焰将熄之前，我选择这种方式，翩然归去。我要说的话都录在我当雪花飘落的视频里了，希望我的朋友们多看几次视频，了解我想表达的一切。朋友们，不要为我的死亡悲哀，为我笑吧。生命的美好就在于能爱，能恨，能笑，能哭，能歌，能说，能跑，能动，能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嫉恶如仇，活得轰轰烈烈。这些我都在有生之年拥有过了，我活过了，不曾辜负。是不是这真的非常的美？真的非常的美。我真的很希望你能理解，真的很希望你能理解。但是如果不能全部理解，但你还是能够感觉到这有多美。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作家。我觉得是。我在小的时候就看过他的书，然后最近这几年我也又重新读了一次他的书，他的小说。在读小说的时候就会感受到这种很强烈的爱情，因为这正是中国人缺少的一种爱情的追求。很多中国人因为有这种很特别的价值观，你知道吗？一种价值观就是社会告诉你要这样，不能这样，所以不能自由的去追求爱情。但是这个作家琼瑶，他让人们感受到这样的爱情，所以真的很伟大。希望你能有机会也能读到他的书，也能够欣赏
他的小说。